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mes， 我是 Ariel。今天的影片呢，要来介绍巴塞隆纳鼎鼎大名的圣家堂，跟有着世界最美医院称号的圣十字圣保罗医院。没错，现在就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出发吧。要去圣家堂的话，我们推荐可以搭地铁，地铁就是搭到萨格拉达法米利亚，也就是圣家堂站。出了地铁之后呢，就会看到一堆指标，告诉你如何前往圣家堂。只要跟着这些指标走，就可以找到圣家堂喽。圣家堂呢，它是由建筑师高第设计的。那因为它很雄伟，然后又设计得很精细、很独特，所以建造就非常的花时间。它目前已经盖了141年，都还没有盖完。那目前预计大概会在2026年左右完工。那我们进场后，先来看一下地下1楼的展览区域。这里有圣家堂设计跟建造的历史，然后各种模型啊、高第的建筑理念跟灵感发想来源等等。这里呢，则可以看到圣家堂平时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形，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他们的员工正在修门。平常应该是要看到他们在里面做模型之类的啊，今天就刚好可以近距离看他们修门的样子。那圣家堂它总共有3个出入口，每一个出入口就各自设计成一整面很雄伟的立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是诞生立面。这一面的主题呢是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所以墙上的雕刻展现了从圣母玛利亚怀胎到耶稣基督成长的故事。因为是要庆祝跟欢迎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墙上的一切雕刻啊，所有东西的气氛都是非常生动活泼、欣欣向荣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圣家堂的内部啦。入口外的地板上呢，还有一些涂鸦，非常的用心。进到教堂的内部呢，抬头一看，哇，这个拱顶非常的高啊，柱子呢像大树一样支撑着这个拱顶，最上面呢还有像树叶一般的雕刻，非常多的细节。在教堂的内部呢，透过彩绘玻璃照进来的各种颜色的光线，会让我们感觉很像在一个彩色森林一样。在东边靠诞生立面这一侧的彩绘玻璃是代表生命新生的蓝绿色系。那西边是受难立面，所以它的彩绘玻璃就是代表夕阳西下的橘红色系。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季节来到圣家堂，彩绘玻璃照进来的光线、颜色，形成教堂内部的氛围都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今天你如果来到这里的话，你看到的景色不会跟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样，会是专属于你当下时刻的。我是觉得这样还蛮浪漫的。那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圣家堂灯塔的地方。但因为这次我们没有灯塔，所以我们就放过去我们上塔的照片跟影片给大家看看。圣家堂呢，不管你要在哪一个立面灯塔，都是搭电梯上去，然后走楼梯下来。但因为楼梯的阶梯数有点多，然后加上楼梯有点窄，所以我觉得体力比较不好的朋友可能要好好斟酌一下。那上到塔顶呢，你就可以近距离看到这些缤纷的水果，还有生命之树的背面。那当然啦，因为塔在比较高的地方嘛，所以你就可以居高临下看这个巴塞隆纳的市景。但是这个市景呢，我觉得也没有到非来不可。所以体力比较不好的朋友，真的可以好好再考虑一下要不要上塔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也是从诞生立面上塔的话，你沿着这个高第大道的方向看过去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景点，也就是这个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喽。我们刚才介绍过了诞生立面，那现在来到的这个出入口呢，这个是受难立面。那这一面的主题是耶稣的死亡。为了表现出耶稣死亡前他受难的痛苦，可以看到这一面的雕像，它的线条全部都是有棱有角，线条分明，然后那个表情都是非常的难过、非常哀愁的，跟我们刚才在诞生立面看到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一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像数独一样的换方，它每一个直横斜排加起来都是33，就是耶稣死亡的年龄。那你会在受难立面的墙上、门上，还有各种纪念品上都看到这个换方。刚才呢，我们已经看到圣家堂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非常多的细节，所以盖起来当然是相当花时间。但除此之外呢，它上头竟然还要盖18座高塔，也难怪它盖了100多年还没有盖完。它目前的进度呢是已经把11座高塔盖完了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它可以在2026年前完工喽。除了圣家堂以后呢，圣家堂东边的公园也是非常热门的拍照点。不管在公园的门口，还是隔着公园内的池塘，都可以拍到整个圣家堂雄伟的外观。
但如果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呢，可以到圣家堂另一侧西边的公园，这样拍照可能比较不会逆光。但要再提醒大家一次，我们上一集讲过的事情，圣家堂它地铁站跟外面公园的扒手都很多，所以你不要让包包离开你的视线。那在拍照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。介绍完圣家堂呢，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如何在线上购买圣家堂的入场门票。至于为什么不要在现场呢？因为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相当多的游客，所以你在现场就会花很多时间排队。如果你线上买完票再来现场的话呢，可以省下相当多的时间，所以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可以买完票再来入场。进到圣家堂的网页呢，右上角语言可以选，所以它如果预设不是在英文的话，可以先选到英文，然后点 Ticket 就可以开始买票咯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都是9人以下的团体的话，我们点 Individual 就可以了。进来以后呢，会看到4种票，第一个呢是一般的入场。第二个呢是有附人员导览的，那它人员导览呢有6种语言，但是没有中文的。如果你觉得英文不错的话，也可以跟英文的人员导览。第3种呢是有导览跟上塔。第4个呢是只有入场跟上塔。那不管你买哪一种票呢，它其实都有附语音 App 语音导览。那 App 的语音导览上面就有中文，所以其实是蛮方便的。选完要买的票种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要入场的日期跟时间。那第一个呢是先选日期，选完日期之后呢，就会跳出你可以在这个日期可以选的时间。那如果下面方块有看到时间的都是可以选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它会直接消失，或是告诉你还有多少票可以买。那像这边我们就选一个时间，选完之后呢，你就要选你是要买哪一种票几张。所以我如果今天是要买成人票2张的话呢，我就在成人票这边点2张。好，接着就可以按 Continue 了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现在的新功能啊，是点下去以后，如果你没有买塔的票的话，它会问你要不要买搭配塔的票来买。那如果像我们没有要上塔的话呢，点右下角的 No 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就要到这个输入各自的页面了。那各自的页面除了输入姓名跟 email 之外呢，它还要输入电话跟国家。但是电话的部分可以直接打台湾的电话，那记得国码选正886。那国家呢，也可以直接选台湾，所以这边呢，直接照你台湾的资料输入就 OK 咯。然后下面记得要勾2个同意，才能去按付款。都好了以后呢，按 Pay， 就会进入到输入信用卡资料的页面。那打完信用卡资料呢，它通常跟银行确认之后，会要你选你要用当地货币还是台币来付。那这边通常我们建议使用当地货币，就是欧元，这样汇率会比较好一点。全部选完之后呢，就会完成购票。那这时候呢，就会有一封 email 寄到你的信箱。那在这个 email 中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购票代码，还有你的票会在最下面的附件。那同时你也可以去载他们的 app 上就可以展示你的门票咯。在离开圣家堂之后呢，连接圣家堂跟圣十字圣保罗医院的这一整条路就是高地大道。那其实这一条大道本身呢，也算是我们蛮推荐的景点。它设计得很宽敞，两侧种满了树，那实际走起来的感觉其实还蛮舒服的，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到圣家堂参观的话，可以来高地大道实际走走感受一下。圣家堂呢，沿着高地大道走，就会走到圣十字圣保罗医院。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呢，这个第一眼看到会觉得它是教堂还是皇宫之类的，非常漂亮。它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。但是呢，它在2009年以后已经没有作为医院使用，所以现在就是给大家参观还有做展览用。圣保罗医院呢，它不同年龄的票价是不一样的，也可以事先上网购买跟米拉之家的套票。那它的售票跟参观入口呢是在右边这里。买完票以后呢，一开始到的地方是住址大厅，这里以前是急诊室，那现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医院的简介跟过去的照片。接下来这里呢是圣保罗医院非常特别的地下通道。这些通道呢，连接着不同栋的建筑，它可以让病床跟物资，不管在什么天气，都可以顺利的移动。目前内部空间是以展览为主，但建筑物呢都保留了当初的面貌。可以看到室内使用了大量的彩色瓷砖，那这些瓷砖的颜色都非常丰富，同时又让人可以感到非常的舒适放松。这一间有着整面玻璃的圆弧建筑，它超特别的。它是当初医院的主要手术室。那它有窗外的美景、充足的阳光，
跟高挑纯白的室内，可以舒缓医生跟病人手术时的心情。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呢，它其实不是一栋建筑，它是一个建筑群。顺着导览方向进来呢，就会到中间这个开放的花园地区。圣保罗医院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接近100年的历史了。那在当时呢，盖这样子的开放空间呢，是一个创新。它为了是提供这个病人更大的舒适感。那我们很幸运的，在2009年之后呢，这个医疗功能啊，还有病人都已经搬到新的医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有游客来体验这个舒适的空间。最后来到的这一栋呢，是我觉得最美也最喜欢的行政大楼。那因为圣保罗医院的游客并不多，所以来这里参观的话，可以尽情的拍各种完美照。行政大楼的内部到处都是缤纷的马赛克瓷砖，还有彩绘玻璃跟华丽的拱顶。我每次来都在这一栋待超久，舍不得离开。行政大楼的2楼呢，也是个很棒的拍照点，在这里可以拍到整个园区的景观，在另外一边呢，则可以隔着高地大道拍到圣家堂。离开医院后，也可以在高地大道好好欣赏圣保罗医院跟圣家堂。大道的两边呢，也都是很热门的拍照点，沿路也有很多可爱的店家可以逛逛。那希望你跟我们一样喜欢今天的行程哦。以上是我们今天影片的内容。那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，今天介绍了圣家堂跟圣十字圣保罗医院都有安检，假如带太多行李的话，安检会变得有点麻烦，建议大家轻便一点去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可以帮忙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们频道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大家再见。